看10名身上挂着2个人在走路，手臂夹着200多斤也不是问题。牛逼！美国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初中的儿子在学校永远不敢惹一类人，那就是摔跤俱乐部的猛男们。俗话说3年5不如1年教，作为地表最强1对1，为什么摔跤手这么可怕呢？先来看看摔跤手中的神亚历山大·卡列林，不管你是200斤还是300斤，在我手里你都得飞。这样的身材和恐怖的力量让我想到了这个怪物，他们是如何练就这样身材的呢？答案是摔跤。这个回答听起来很蠢，但事实上摔跤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抗阻运动，相对于拳击、篮球等高强度对抗类运动，摔跤更多的是考验摔跤手摔倒、压制和降服对手的能力。因此在同等技术条件下，摔跤手越强壮，力量越大，获胜的概率越大。这种强壮有别于健美运动员那种夸张的肌肉，摔跤手的强壮有其明显的特点，比如无比粗壮的脖子和手臂，碗口粗的小臂，水桶一样的腰腹等等。这一切特征都围绕摔跤对抗中摔跤手会出现的动作模式展开。在双方站立模式下，摔跤手会通过推拉破坏对手平衡，一旦找到机会，摔跤手会像导弹一样弹射出去，这是一个几乎全身肌肉都要参与的动作过程。如果你的下肢力量不够，你就无法瞬间靠近对手；如果你的小臂不够强壮，你连抓住对手的机会都没有；如果你的核心力量很差，更不可能摔倒对手。到了地面，想要逃脱的一方会用头顶地为自己创造空间，这时候就需要强大的颈部力量了。每次看到这种画面，我的脖子就隐隐作痛，而处于优势位置的一方会想方设法压制和控制对手。所有的控制技术都需要强大力量的支持。从双方接触的那一刻，两人就开始了竭尽全力的抗阻运动。看到这里，不用说你也明白，就算2个普通人每天只做这样的对抗训练，肌肉维度肯定也会增加，力量增长就更不用说了。事实上，职业摔跤手的训练强度是地狱级别的存在，超高强度的对抗运动需要强大的心肺功能，同时对摔跤手的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压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摔跤手需要从小孩就开始培养的原因之一。当你从2年级开始，每天都在把对手摔得满天飞，你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就会逐渐趋向为摔跤这项运动量身打造。专业的运动员很少会孤立训练单独的肌肉，摔跤手更是如此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选几个安全的动作跟练一下，普通人被练吐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摔跤手的脖子是他的第3条手臂，在被压制的情况下，摔跤手需要通过脖子的力量为自己创造空间，寻求逃脱机会。这是他们脖子的训练方式，普通人不要轻易尝试。徒手训练只是他们的开胃小菜，器械训练更是强的可怕。1200磅说推就推，600多斤的臀冲也不是不行，400来斤的卧推也能尝试一下。这样的深蹲不要轻易尝试，负重引体更是家常便饭。摔跤手所有的器械训练都服务于更好的摔倒对手，顺带把炸裂的肌肉训练出来。如今顶级摔跤手在综合格斗领域都混得风生水起，很多观众都很讨厌这种肉贴肉的打法。其实摔跤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原始本能，即使是未经过训练的儿童打架，也会本能的从摔跤发起。而摔跤这项运动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的历史，即使在今天，印度依然保留着在封闭土坑内的摔跤比赛。而现代综合格斗在摔跤手眼里，无疑是换了一种封闭环境的比赛。未来，在比赛规则不做改变的情况下，顶级摔跤手们将继续占领综合格斗的金字塔顶端。本人在此声明，本视频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存在吹捧摔跤而贬低其他任何格斗种类的意图。视频内所有训练行为都存在安全风险，请您不要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单独训练。